大家好，这里是异常探测，欢迎回来。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一座海拔将近900米的山丘上，有一处叫贡榜巴东的遗址，这个地方也叫巴东山遗址，当地人一直把它当作一处神圣的地方。2023年，一篇发表在正规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抛出了一个非常惊人的说法。这篇论文指出，这座山丘其实是一座人工建造的金字塔，最深处的建造年代可能早到27000年前，这个数字比埃及吉萨金字塔早了2万多年，比英国的巨石阵也早了2万多年。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么人类文明的历史很可能得整个重写。这篇论文一度传遍了全球的媒体，可仅仅过了5个月之后，也就是2024年的3月，发表这篇论文的期刊又做了一件学术圈里相当罕见的事，把这篇论文正式撤稿了。一边是人类文明史可能要重写的轰动说法，一边是被期刊亲手撤回的论文。巴东山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的内容会引用真实的地质学、考古学证据以及公开发表的学术记录，但其中关于成因判断的部分，目前学术界仍存在明确且激烈的分歧。我会把双方的说法都摆出来，但并不代表哪一个结论是正确的。首先要澄清一下，巴东山本身绝对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地方，它是一处真实存在，也确确实实是由人工建造过的考古遗址，只是建造年代和建造性质这2件事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巴东山位于西爪哇一处小村庄的附近，整座建筑建在一座地质学上被认定为死火山的山丘顶部。遗址是由5层依次抬高的平台组成，一层比一层小，从下往上就像切开的蛋糕一样逐层的收窄，要爬到最顶层需要走过370级台阶，这些台阶还有围住每层平台的挡土墙，用的材料是一种叫安山岩的火山岩石柱，这些石柱天然就是6边形或者5边形的柱状，整整齐齐地立着，像一整片被削过的巨型蜂窝。这种柱状节理其实是玄武岩、安山岩这类火山岩在冷却收缩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物理现象。夏威夷、北爱尔兰的巨人堤都有类似的天然石柱景观，当地的巽他族人世世代代都把这里当作圣地，还流传着一个传说，说这里是西里旺伊国王想要一夜之间建成一座宫殿，最后没能建成，才留下了这一堆石头。这种天然柱状石林其实在全世界都并不罕见，最著名的一处是北爱尔兰海边的巨人堤，同样是一排排整整齐齐的6边形玄武岩石柱。当地也流传着巨人为了跨海决斗而铺出一条石路的传说。地质学家很早就证实，巨人堤完全是由玄武岩熔岩冷却收缩形成的天然现象，跟巴东山山顶的安山岩石柱是同一种物理原理。也就是说，类似的天然奇观几乎每一次被人类发现，都会先催生出一个神话，然后才等来一个地质学上面的解释。巴东山遗址只是这个漫长故事里最新的一个案例。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整整齐齐的6边形石柱到底有多少是纯粹的自然地质现象，又有多少是被古人搬动、堆砌、加工过的人工结构？这正是巴东山遗址争议的起点。巴东山遗址第一次被正式写进记录是在1890年，当时一位荷兰的官员到访后，把他的见闻写进了报告。第2年，荷兰历史学家鲁道夫·维尔贝克把这份记录收进了他关于爪哇古迹的专著里。在1914年，荷兰考古学家又对遗址做了一次官方记录，但在这之后，这处遗址几乎被彻底遗忘了。这一遗忘就是将近70年，一直到1979年才被当地的几位农民重新发现，重新引起了考古机构的注意。重新发现这种事在考古学史上其实并不罕见，很多遗址不是真的消失过，而是曾经被记录下来，却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官方档案又没有被系统的整理，慢慢的就从大众的视野里淡出了。直到当地居民或者偶然的调查，才把它重新带回聚光灯下。巴东山遗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1979年那次重新发现，说起来也很平常。几位在山上劳作的当地农民注意到山顶上密密麻麻的石柱，
排列的实在过于规整，不像是普通的乱石堆。他们把情况报告给了当地的文化部门，很快就引来了万隆理工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印尼文物管理局的联合调查队。这种农民劳作时偶然踩上了一处沉睡的遗址的发现方式，在世界考古史上其实反复出现过。比如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是几个少年在追猎虎狗时意外发现的。中国的三星堆最初也是当地的农民车水挖沟时挖出的玉器，才引来了后续的正式发掘。拉东山遗址的重新发现，延续的正是这样一种朴素却屡试不爽的模式。重新发现之后，印尼考古机构在整个1980年代对遗址进行了联合调查和修复。1998年，印尼教育部把它列为地方级文物保护点，到2014年进一步升级为国家级遗址保护区，划定的保护范围将近有30公顷。关于这处遗址本身到底建在什么年代，印尼本土的考古学家给出的主流判断是，遗址表层可见的这些台地和石柱结构大致建造于公元2世纪到8世纪之间，也就是印尼历史上的史前晚期和有史时期的过渡阶段。现场出土的一些陶土碎片，测年结果则落在公元前45年到公元22年之间。这个年代虽然依然相当古老，但和后面即将出现的27000年这个说法中间差了至少25000年，这也是整场争议的核心落差所在。真正让巴东山出圈的是印尼地质学家丹尼希尔曼纳塔维查亚，他从2010年代初就开始主张巴东山遗址不是一处普通的史前祭祀台地，而是一座结构完整的巨型的金字塔，年代早到9000到2万年前，暗示着一个此前完全不为人所知的先进的古代文明。这个说法很快就引起了印尼总统尤多约诺的关注，官方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持续对遗址进行钻探和测年。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考古学家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一句相当尖锐的话，他说，通常我们做考古是先找到明确的文化遗存，再去判断它的年代，然后再去历史文献里寻找那个年代对应的文明。可这次的情况恰好反过来，他们先找到了一些东西，做了探测年，然后好像是倒过来专门为这个测年结果去虚构一个文明去解释它。这句话后来被反复的引用，成了这场争议里最常被提起的一句评论。纳塔维查亚团队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他们在山体不同位置钻了多个深孔，取出一根一根细长的岩芯样本，再按照深度把岩芯从上到下分成了好几层。他们认为最表层，也就是游客今天能亲眼看到的那些整齐的石柱台地，只是最年轻的一层建造活动。再往下是一层他们判断为人工填土的层位，而钻到地下10几米深处的最底层，才是他们认为最古老建造证据的那一层。也正是这一层被他们测出了动辄上万年的年代。除了岩芯之外，团队还使用了一种叫地质雷达的探测设备，向地下发射电磁波，通过反射信号来判断地下是否存在空洞或者是结构异常。他们根据雷达反射的图像，提出了山体内部可能存在人工挖掘的隐藏密室。这个说法一经放出，又一次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金字塔内部可能藏着密室，这类标题本身就极具传播力。但地质雷达信号本身存在很大的解读空间，同样是反射异常，也完全可能只是天然形成的空洞、裂隙，或者是不同分化程度的岩层交界面，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人工密室。争议在2023年10月彻底升级，纳塔维查亚和他的团队把这些年的钻探数据整理成论文，发表在一份专业期刊叫《考古勘探》上。他们正式提出，巴东山遗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字塔，最深处的年代可以追溯到27000年前。这个数字有多么惊人，可以这样比较一下。埃及的吉萨大金字塔一般认为建于大约4500年前，英国的巨石阵最早建造的阶段大约是5000年前，27000年差不多是吉萨金字塔年代的6倍。也就是说，按照这篇论文的说法，当时欧洲大陆还大片覆盖在冰川之下，
人类普遍还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时候，大东山的建造者们已经在用石材建造多层的台地建筑了。所以这篇论文一经发表，立即被全球媒体大量的转载，人类文明史要重写这样的标题一时间铺天盖地。然而在5个月后，考古勘探做出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决定，这篇论文正式被撤稿。在学术出版里，一篇论文一旦正式发表，通常就被视为已经通过了同行评审，可以被其他研究者引用的正式成果。但如果后续发现论文存在严重的方法缺陷、数据造假，或者结论根本就站不住脚，期刊有权把它撤回。这个决定通常极其审慎，因为等于是期刊自己承认我们审核出了问题。在整个学术出版体系里，这属于相当罕见也相当严肃的处理方式。2024年3月，出版考古勘探期刊的国际学术出版机构威力和该刊编辑部正式宣布撤回这篇论文。撤稿声明里的解释直指最核心的方法问题。论文里用来测定年代的碳14测年样本取自钻探孔里的土壤样本，可这些土壤样本周围并没有发现任何能够可靠的判断为人工制造的遗物或者遗迹伴生。换句话说，测年测的是土，并不是人工物品。土壤本身可能因为山体滑坡、火山碎屑堆积等自然过程被埋葬在很深的地层里，年代测得再老也不能证明这层土底下就是人工建筑。期刊在撤稿声明里明确写着，把这处遗址解读为9000年前甚至更早建成的金字塔，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必须撤稿。与此同时，另一批研究者从纯地质学角度给出了一个更朴素的解释。印尼火山学家苏蒂克诺布隆托的研究认为，大东山所在的整座山丘其实是一座被深度侵蚀的古代火山的火山井，也就是火山通道里凝固冷却下来的岩浆柱本身。那些整整齐齐的六边形石柱是天然柱状节理，而不是人工切割搬运的建材。石柱之间那些曾被解读为人工砂浆的褐红色粘土，实际上是石柱表面长期风化，由外向内渐渐形成的天然风化壳，和古罗马、古埃及那种人工调配的砂浆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其实早在2023年这篇论文引发国际轰动之前，印尼本土学界内部已经因为这个课题吵了整整10年。当年尤多约诺总统的研究小组刚成立不久，就有34位印尼本土的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联合签署了一份质疑联名信，直接提交给了总统本人，公开质疑这项研究背后的方法和动机。也就是说，2024年这次期刊撤稿，与其说是一场新的争论，更像是本土学界10年前就提出过的质疑，终于在国际最高学术平台上得到了一次迟来的正式确认。如果只是学术圈内部的方法论争论，大东山遗址恐怕不会有今天这么高的知名度。真正把它送上全球视野的是2022年11月上线的一部 Netflix 纪录片，主持人是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汉考克。这部纪录片的第1集正是以巴东山遗址作为开场案例，用来支撑一个更大的说法：末次冰期存在过一个先进的全球性文明，后来被一场大灭绝摧毁，幸存者才把知识分散传播到世界各地，催生了后来我们熟知的各个古代文明。这个说法在专业考古学界几乎遭到了一致的反对。美国考古学会公开发函给流媒体平台，要求把这部纪录片重新归类为科幻作品而不是纪录片，理由是节目内容建立在虚假陈述和错误信息之上。多位在节目里被采访出镜的考古学家之后公开表示，自己接受采访时说的话被剪辑的断章取义，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意思。批评者还指出，这类史前失落文明的叙事，历史上曾经反复被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思潮借用，用来否定各地原住民自己独立发展出复杂文明的真实能力和历史贡献。这也是学界格外警惕、反应格外强烈的原因之一。巴东山遗址的真实境况恰好卡在这场更大争论的正中间，它确确实是一处有真实考古价值的古代遗址，只是热度和年代
被一套错误的方法论大幅的放大了。这部纪录片后来还推出了第2季，2024年10月上线。这一次请来了演员基努·里维斯共同出镜。原计划前往美国本土拍摄部分内容，但因为遭到多个北美原住民团体的强烈反对，最终取消了在美国的实地拍摄计划。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史前失落文明这类说法牵动的也不只是学术界内部的方法论争论，还牵动着现实世界里谁有权讲述自己祖先历史的问题。巴东山是一座真实存在的山，山顶上确实有一处经过官方认定值得保护的古代遗址。印尼本土考古学家给出的主流年代大致落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但27000年的史前金字塔这个说法建立在把未经证实关联的土壤样本年代直接当成了建筑年代的方法之上。这篇论文最终被期刊正式撤稿，地质学界也给出了一个更朴素的替代解释，这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古火山岩柱地貌。以上内容整合了地质学、考古学领域真实发表和公开报道的研究记录，其中关于遗址成因的最终判断，目前学界仍存在明确的分歧，双方的具体论据我们都已经在前面如实的呈现。这座山到底埋着什么？随着后续研究的推进，也许还会有新的说法出现。不过巴东山遗址这场争议留下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关于年代的答案，更是一份提醒。当一个说法听起来足够震撼，足够能颠覆常识的时候，去看一看它背后的原始数据到底测的是什么，发表在哪里，有没有经得住同行的重新检验，往往比说法本身更值得花时间。下一期节目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巽他古路与失落的文明。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异常观测，我们下期再见。